哎呀，这大热天的，没有什么比这瓶饮料来得更过瘾的。大家好，我是高手啊，我家新房子快装修好了。前2天有个老铁跟我说，他说送一套集成灶给我，我说还有这种好事，看来我穷已经被大家看穿了啊。他说他的店开在这里，今天我们过来这里看一下。4方岩建材家居市场，这位兄弟说送我一套集成灶，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我说你送给我的嘛，你送什么我就要什么，是吧？我也不挑啊。今天还是来到店里坐一下，扔个门，拜访一下。好，走吧。刚刚跟陈总联系过了，他店就是开在这里面，但是他现在还在工地上面，待会他就回来了，我们到店里面去坐一会啊。找了半天，找得满头大汗，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板川安全集成灶。哎，你好。我听老板说这里送集成灶啊。送集成灶？有这里啊，给您的抱起来点一下。送哪个？没有，你们是看什么的？把老板娘整得满头雾水。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是吧？那店里生意还可以，刚刚接待完客户啊。陈总介绍过来的。陈总啊？坐一下，吃点西瓜。跟他联系过了，他说他待会回来。坐下吃点西瓜。啊。对。老板娘下咒。没有下咒。没事，刚刚跟他联系过了。啊？刚刚跟陈总打过电话了，他在工地上面。吃点西瓜。来看你家的灶。你这个店在底下没招牌，看不到，找不到。好难找哈。是，没人带过来，好难找。就刚才大姐带一下。是。吓到你一跳，干嘛的？陈总刚从工地上回来。我们高手在路上。惭愧哈。哎，哪里一直在关注你。谢谢啊。老板也很忙啊。到哪里？到装灶是吧？没有，到现在我们不是有那个活动？江西省这边在7月29号开始，到10月31号有个那个家电换新的政策省里面但我们是一个中标企业的陈总也挺忙的啊，刚好来吉安，我就说顺路来这里看一下。是，这个。真的天天在那个镜头上看个死人，年轻比镜头还年轻啊！没有，我们拍视频比较真实而已，就真实记录。对，反正你们是海派团队，反正都做得相当好啊。那你这边就来得更务实一点。马马虎虎。还可以，你经常跑老挝哈？我一个亲戚也在老挝。他老挝做什么？做手机。做手机啊？那个。他好像还是跟他们几个人吧，把那个什么 OPPO 全部。那边 OPPO 卖得好。他搞那个他是那边的什么国代吧？全国总代理啊。那这个赚钱的。因为老挝那边的手机都是差不多我们中国5、6年前淘汰下来的那种手机，他们配置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呢，价钱比中国还贵。他那边做的确实。他们一般都是1000多、1500-1600合人民币那么贵的手机，但是它的配置很低。做这个。就是可能出口关税要收一点费用。是反正他也叫我们过去，他都叫我过去，你一起过来。我说我过去做建材还差不多。建材现在还。老挝那边不行，但听说越南可以。其实我好想去越南看一下。越南是可以去，那如果是这几年，如果是国内生意不好做，确实也可以考虑一下。现在不都是老挝发展的比较慢，老挝它建材家电这一块需要还是比较
不是晚一点。因为他们家里确实也没什么家电，很多人家里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什么的都没有啊，还需要慢慢发展。越南的话更发达一点，可能需要。所以我们不说，看一下这几个月也真的要找个机会去一趟。现在热。要10月份、11月份去那就好玩一点。到时跟着我们高手一起去一下。可以。现在雨季，那边雨水太多了。是啊。因为那边好像也是，因为它建筑这一块大多数是中国人在那做。我们配套的这种装修啊哈，这些也好去接业务。可能就是说，做一小部分人的生意。是。或者说。就是有一些人做生意的，房子做得好一点的就需要。普通老百姓来讲，饭都吃不饱，哪有什么其他的什么追求嘞？还就盖一个木头房子、茅草屋子。那边还真的存在这种温饱还没解决。我去的地方基本上这样子，都是吃饭就没有菜的那种。是。所以我们很佩服你们。这边单枪匹马杀到这么多，我们就担心的要死。哎呀，也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个蛮担心的，治安问题啊，有没有？还好。那个哈。还好。只要你不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啊，安全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没关系啊。是。当然，相比中国肯定是没有那么健全嘛。但是我们出国在外的话，就老实一点。我还看你杀个摩托车杀到哪里去啊？这摩托车方便一点嘛，因为那边路比较烂。骑摩托车从永丰直接杀到老挝。从云南过去嘛，从西双版纳过去。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总的产品哈。对我们这个板川安全集成灶，它这个安全啊，它首先主打的它是有一个这个功能。这也是在市面上看集成灶，它没有这个。它是一个燃气感应的一个装置，就在我们家里面，如果是说有这种燃气泄漏的这种情况，燃气泄漏一般是我们这个闸门啊，或者气管啊会漏出来的气。那么一旦漏气的话，那我这个灶，它就会感应得到，一感应到它就会瞬间给吸走，吸排掉。那就是稀释整个厨房的一个燃气浓度嘛，它不会引起一些安全事故，所以这就是板川的一个主打，把这个通过一台灶保证家里面的一个燃气用气的一个安全。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板川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刚才咱们讲的这个自洗，这个你每一周按一下这个自洗键，它也可以起到里面的一些，就刚像你讲的，就外部的一些油，它可以通过这个，它可以融下去，到这个油盒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们常规的可能就要喷水去倒进去，用这个热水溶这个油。这一款板川的这个自洗的这个专利，还是可以解决这个清洗上面的一些难题。陈总对这个集成灶还是非常了解哈。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他是很久以前就在这个工厂里面做这个灶然后后面就自己来开店来了。对，然后我那时因为一直在厂里面嘛，然后当时我们走也是负责整个华东这一块的业务感觉了解，以前都帮人家这些经销商去推广这些灶。那推广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我们有时就会去到一些客户家去实地的去帮人家看一下，到底用的怎么样到人家客户家，我们还会去检测一下用了几年的，也帮人家检测一下，确实可以。跟人家的交流当中，人家就会聊到这个产品，他能解决他家里面的一些什么问题。我们特别说的厨房油烟问题，那油烟问题是中国家庭，它就不像你在国外，可能他们东南亚这边我不太了解，你像西方它是不需要这种大的油烟的，它都是煎烤为主。但我们中国的话，特别我们江西炒菜，你这个油烟味道就重，是吧？你特别像这个口罩那几年，我们这些院士他都出来说，是吧？这个我们家里面一些这个对人体危害的一个东西在哪里？像这个肺癌率为什么会高？他们都会去讲，那就是很多时候就这个油烟。那当时我们就在想，这个产品它既然能解决油烟问题，我就在想，那能不能回到我自己家里来，是吧？通过我这款产品，也能让吉安的我们这些家庭，它能解决掉他们的一些油烟问题。所以当时就抱着这个初心来，
那这几年也还可以，就是我们这么多年的话，在吉安这边也打出了自己的一个口碑。那最重要的一个，我们可能除了产品，还突出我们板川在吉安的另外一个就优次啊，就我个人的一个专业度。就我们的很多照的话，我跟客户去交流，我们的一个销售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的销售他是怎么样的？可能进来就觉得这款照，他会看人下菜的这种是吧？一看这个，像告诉你过来，大老板，那我今天给你推个最贵的是吧？明天来一个可能就给你推个这个，就意思是这个样子。当我来我这里的话，你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导向。来过来看一下。要跟到每一个家庭啊，他的一个跟到他的一些这个厨房的一些特性，我们会去帮别人去做评判。你这个家里面那个楼层，包括你厨房该怎么做，是做是个敞开式的、封闭式的，它的面积不一样，那适配的一些这个排量啊，包括风压这块就匹配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是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够把我们一款适合别人的照推出去。是吧？你否则的话，打个比方，你楼层高，你跟人家推一个便宜的，但最后用的不好，人家最后不会说这个什么你这个东西卖错了，而是他会觉得你这集成照不行，是吧？所以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标准去做。这是我的一个销售的一个初心，就任何一个人在我手上买照，我一定要卖出这款照是让人家能解决问题的。是。所以像这款照的话，在2024年也是我们板川的一个新品，功能上没太多的一个变化。你像我们这个油烟机罩，包括这个消毒柜，这是它的一些基础的功能。那这款罩最主要为什么新品凸现在哪里？就凸现在我们这个机头上的设计。它现在都喜欢做这种极窄边。以前的话就都是这种宽边。占位置。第一美观度各方面有厚度的问题。对。现在都喜欢流行，你看包括做门框、门窗啊，现在也喜欢这种什么极窄，越窄越好。那它这种也是把这个极窄的一个理念导入进去，所以这是新款，比较漂亮，然后也很实用，对，比较实用。其实比如说那些蒸烤啊，我感觉一年到头倒用不上几次。对。其实说消毒柜的话，你还平时可以放碗，做储藏啊这些东西，也可以放东西啊。其实消毒柜还是比较实用的。是。集成罩相比分体罩呢，省了1米吊柜。对。但是这个占了1米地柜啊，是吧？是。然后这种情况下呢，你底下该放什么还可以放什么。对。我个人观念是这样子。对。底下放点东西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是比较浅、比较短，然后后面还是有一些东西啊。是。然后这个我们这款照它还导入了我们的这个双引擎的一个电机的一个技术，它就可以跟到它有些风压啦，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烟道的一些情况，它自动会感应它里面的一些排量。比较简单大气这一块。对，简单大气。实用啊，厨房嘛太复杂了，时间长了，那些功能可能是像触摸的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失灵啊什么的啊。然后炒菜嘛，这地方容易搞到水啊，这比较简洁大方的话，卫生也好搞。好搞卫生。然后也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功能。上面可以放东西，置物台。炒了菜也可以放在上面。对。油盐酱醋啊，放在上面的。就是不带那些加温保温的功能哈。对。就简单一点。简单一点。可以。这个下次烧的回锅肉，红烧肉。到时候请涛哥来吃啊，请我们陈总来吃红烧肉。我来品尝一下。品尝一下我们高翻车版的红烧肉。这款就是用在你那里哈，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应该是完全足够。其实可能做饭也不多，然后我那里矮，就是吧2楼。对。风自然风也小。对。公共烟道的阻力不大。我那款其实可以
配置在20公里以上。没做过这个领域，不知道。对，不知道说油烟机还要根据这个楼层来选择功率大小。有，它这个为什么有的油烟机贵跟便宜？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2个参数决定。但是一讲大家也都明白。吸风量、功率。一个排风量，排风量它决定它的一个吸，吸力。然后风压决定它一个排。有时候你不一定吸得干净，它排不出也没用。它排得了，但你吸不干净也没用。但是所以吸它就决定什么？吸就是这个排风量，它就是每分钟能排多少气，能吸多少气进去。这时候就跟到你这个厨房的面积来。你如果厨房小，你用个排风量大的，反倒吸不了。反正它会形成一个真空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经常以前就遇到一些客户，他买了一个大排量的，然后又做了个敞开式门，做了个移门，然后炒菜的时候是不是就喜欢关了这个门？嘿，吸不了烟。我说你把门打开，一打开门就可以了。那就非常感谢陈总啊，这个也感谢你的支持，陈总支持我啊，行啊，那我们今天就做到这里，还有临时还有点事，本来说陈总安排我们吃晚饭，非常感谢，下次陈总到永丰来哈，可以，我来做东啊，好，欢迎啊，好，那你们慢走哎，好，没事就一起吃个饭，回去有点事情啊，下次可以，有事就不耽误，好，慢一点，祝陈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好的啊，再见哈，好，再见啊，留步，到时候你就打电话，好 ，OK 啊，陈总非常大方，也算是老粉，本来我的意思是说陈总也是做生意嘛照不让他送，我说给点成本价，陈总还是说不存在那些，他说他眼光比较长远。说什么我给他打个广告什么的或者回头他要去东南亚那边考察一下市场，到时候我给他领路也行的好，谢谢停车券都给了感谢陈总那我们就先撤了等下次陈总来永丰我来安排好嘞，拜拜。